用强力胶水把同学粘在墙上，让他摆出耶稣受难的姿势，然后疯狂翻他的书包，见里面没有想要的东西，校霸又掐住他的下巴，逼他说出东西在哪儿。可女孩是个哑巴，这明摆着就是为难人家，但校霸可不管你这些，既然说不出来，那就永远都别说了。好恶心！我给你涂点口红怎么样？特别美的。哇，好美啊！大美女！说话呀，你说话呀！几个人的欢笑声引来了路过的同学，学校保安也闻声赶来。可当他看到施暴者的样貌时，不仅没有上前阻止，甚至还帮着驱赶看热闹的学生。因为这个校霸是校长的亲生女儿，他根本就不敢管。不过大伙儿也别着急，现在他们有多嚣张，待会儿死的就有多惨烈。而这就是近几年来尺度最大也是最好看的国产悬疑片《抹杀》。这真不是我吹，因为它除了校园霸凌这个元素，还有家暴、性侵幼女、宗教伪善、偷拍狂魔、官官相护等等等等。反正咱们现实中能见到的恶人坏事基本上全被导演塞进了这部不到2小时的电影里。但大家在看的时候也不会觉得乱，因为它的核心就像片名一样简单，就是当所有人都选择闭上嘴巴的时候，杀人根本不需要刀。刚刚被粘在墙上的女孩叫陈雨桐，而这场霸凌一直持续了40分钟，4名校霸才心满意足的离开。好在小童妈妈是学校里的清洁工，从其他同学嘴里听到了女儿的事儿，于是便一路找到器材室，看到了女儿被霸凌的惨状。可即便知道是谁干的，他也不敢去找校长理论，毕竟自己工作就是人家给的，只能默默地流着眼泪，用剪刀一点点剪掉女儿被胶水浸透的长发。而挣脱束缚的小童也很懂事地抱住了妈妈，但他没有发现李涵的眼神里此刻多了一丝凶狠。当天夜里，霸凌4人组里的3个女生偷偷溜到了郊外的废弃古堡，这是他们的秘密基地，每次欺负完别人都会来这里庆祝。不过为首的安琪在今天学校组织的祈福活动中不小心落水发烧了，所以这次就没有跟着来，而这也让他暂时躲过了一劫。因为就在3人组点燃蜡烛摊开塔罗牌想要算命时，第一张翻出来的竟然是棺材牌，这就意味着要死人呢。起初他们并没有太过在意，有个女生还跑到了门外抽烟，可下一秒她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到了。等其余2个女生找她的时候，发现人已经不见了踪影。疑惑达人只好起身寻找，结果刚走到门口就被眼前的景象吓疯了。2个人被吓得慌不择路，小晴从后门跑了出去，而小玲则直接上了天台，这就跟等死没什么区别。当他无路可走时，也就到了凶手动手的时候，并且全程没有任何废话，先掐住脖子防止乱动，接着一铁锤闷在头上，倒地后再狠狠补上一锤，最后才把人从天台扔了下去。而这一幕恰好被小晴看见，让本就害怕的他更怕了，甚至腿软的路都不会走了，只能就近躲在暗处，颤抖着拿出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。转眼就过了2天，3名女生失踪的消息传到了校长这里，家长们已经报了案。因为安琪平时和他们走得近，校长便提醒女儿，如果知道什么的话一定要说出来，并让她以后不要再瞎混了。可叛逆的安琪根本听不进去，在她眼里，3名同伴根本就不是失踪，而是偷偷去了某个地方玩耍，他们以前也经常这样夜泊归宿。与此同时，接到报案的警方通过线索，在古堡里进行了全方位搜查，结果只在现场发现了一串千纸鹤，而这串千纸鹤是那天他们对小童实施霸凌时从他的书包里抢走的，所以这起失踪案会不会和小童有关系呢？于是刑侦队长老戴立刻找到了他，可刚开始询问，李涵就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，并且把警方问小童的问题全都自己揽了下来，而这自然引起了老戴的不满。喂，我们问他好吗？不会说话，不要他说话呀！有笔有纸叫他写吗？现在，来，把你记得的、知道的写下来。写啊！这话听着没啥毛病，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。现在别说让他写了，就你问都不知道该咋问了。无奈之下，老戴只好先收队。而李涵见状，像是狠狠松了一口气。转眼又过了3天，失踪案依旧没有任何进展，学校的慈善庆典却如期举行了。校长站在讲台上准备剪彩，可原本是该高兴的日子，他的脸上却写满了愁容。
因为他在上台前已经给女儿打了几十个电话，却始终都无人接听。可现在处于这种场合，他也只能强颜欢笑。随着主持人倒数完3个数，校长伸手去拉彩球的绳子，第一下没有拉动，然后他又用力一拽，彩球应声裂开。可掉下来的不只是金箔和彩带，还有一具被保鲜膜包裹着的尸体，而他不是别人，正是校长的女儿安琪。原来就在今天早上，安琪突然收到了小晴的短信，对方约她到老地方见面，也就是郊外一辆废弃的公交车。可等安琪上车之后，并没有发现小晴的影子，于是便打算发短信让她出来。结果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响动，安琪的手机直接下掉在了地上，回头看去发现什么都没有。可就在她低头捡手机的时候，安琪的死状相当惨烈，头上被锤了好几个窟窿，哪怕裹着保鲜膜，还是吓得学生们惊声尖叫。整座学校很快就乱作了一团。而在混乱的人群中，李涵的脸比尸体还要白，因为他的女儿小童也不见了。人们以为他是因为害怕躲在了哪里，结果找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，甚至是家里，都没有发现他的身影，并且电话也同样打不通。而就在李涵濒临绝望的时候，突然在楼下住户门口的墙上发现了一道新鲜的红色划痕，地上还吊着一个银色表扣，他一眼就认出这是小童的，于是沿着划痕一路找过去，发现终点是楼梯转角处的窗户。按照轨迹来看的话，手表应该是从这里掉下去了，于是他赶紧下楼寻找，果然在小区的下水道里捞出了他曾买给女儿的那块手表。而通过这些线索推演，那么小童很可能是在学校受到惊吓后回了家，结果却在单元门口遭到了挟持，挣扎期间在墙上留下了划痕，最后被凶手带进了屋里。而这间屋子的主人恰好是前几天刚搬进来的，李涵也认识这个人，他叫林赛福，是学校里的一名杂工。而与此同时，警方也把矛头对准了这个林赛福，因为最近学校里一直有个传闻，说林赛福表面憨厚老实，背地里却天天拿着台相机偷拍女学生们的裙底。另外，这个林赛福还有个女儿，在1年前因为一场意外去世了，从那之后他就开始变得不正常起来，所以校长希望警方先查查他。然而还不等警方行动，李涵已经独自展开了调查。他先是敲了敲林赛福的家门，见里面始终没有回应，心急的他赶紧跑回家，把床单撕成布条，做成一根长绳子，一头系在床上，另一头系在自己腰上。没错，他想从自家窗户爬到楼下，去林赛福家里寻找女儿的下落。可这栋老楼年久失修，有些地方根本经不住踩，一个不注意直接摔在了空调外机上，手心还被钉子扎了个洞。不过好在是成功下来了，他忍着酸心的疼痛打开窗户，翻进了林赛福的卧室，可在里面找了一圈也没发现女儿的身影。更糟糕的是，这时他还听见了林赛福开门锁的声音，现在跑肯定是来不及了。慌乱之下，他只好躲进了卧室的床底下，却没想到林赛福进来后竟然直奔卧室，坐在床上就换起了衣服，期间兜里的钥匙掉在了地上，距离李涵的脸只有不到10公分，这可把他给吓得不轻，甚至已经做好了只要被发现就拼命的准备。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门铃急促的响了起来。来人是房东徐马，他有些用不到的东西想要捐给慈善会，而林赛福刚好有一辆小货车，徐马希望他可以帮自己运一下。起初林赛福根本不想答应，但耐不住老太太的死缠烂打，只好不情愿地跟着他下了楼。而等他们装完车离开后，李涵赶紧从林赛福家里跑了出来，可还没来得及喘口气，就碰见了想要找林赛福问话的老戴。索性他就一五一十地将自己的发现说了出来，求他帮忙找一下小童。于是两人便进了小区门口的超市，想要通过这里的监控看看李涵的猜测到底对不对。结果并没看到小童回来的画面，只看到了林赛福刚才帮徐妈装车时先从车厢里拎出来2大袋垃圾，而此时那2袋东西已经被装上了垃圾车。见此情景，一股不好的预感瞬间涌上心头。李涵怀疑里面有可能是女儿的尸体，于是疯了一样的冲出超市，跳上垃圾车就开始翻找。结果可想而知，黑色袋子里装的只有垃圾。而就在他濒临绝望时，突然瞥见旁边有个穿
雨衣的家伙，手里提着袋子鬼鬼祟祟，见李涵在看自己，还吓得撒腿就跑。结果由于太过着急，在过马路的时候直接被车撞飞了好几米。而当老戴上前扯掉他的口罩后，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，因为这个少年是他早就已经离家出走的儿子。原来老戴这个儿子是个超级无敌大变态，从小就对偷拍有着很浓烈的兴趣，为此老戴打了他不知道多少回了，可就是死性不改。而这次他之所以看见李涵会跑，是因为李涵也是他每天的偷拍对象，他以为对方发现了自己。另外警方还从他的内存卡里发现偷拍学校女生的也是他，根本就不是传言中的林赛福。但林赛福的嫌疑并没有被洗清，因为内存卡里最新的视频是林赛福在楼道里拉拽小童的画面。虽然不知道小童是何时进去的，但视频内容和李涵之前预测的一模一样，所以现在的他已经崩溃了，抓起老戴儿子的衣领就开始质问：你看他那个样子，你为什么不报警？你为什么不救我女儿？为什么不救我女儿？为什么不救？我是在保护你啊。此话一出，李涵直接愣在了原地。为啥呢？因为他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在老戴儿子偷拍李涵的这5年中，有56次拍到了他虐待小童的画面。视频中，李涵把小童锁在漆黑的衣柜里，一关就是一整天，出来后还用藤条狠狠抽他后背。叫你不要去跟别人接触，为什么不听？要我讲几次？我讲几次你听不懂是不是？你看你以后还敢不敢？还敢吗？我是为你好啊，我在保护你，你知不知道？原来李涵所谓的保护，就是不允许小童和任何人有来往，甚至为了监视他，还辞去了收入稳定的白领工作，求爷爷告奶奶，才当上了学校里的清洁工。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做，老戴问了无数遍，李涵的理由就一个：这是我管教孩子的方式，跟你没关系，跟现在的案件更没关系。但是现在是另外一个案件，虐待儿童是个很严重的罪。你留下来，我帮你去找你女儿，找到之后呢，就能决定是管教还是虐待儿童，好吗？老戴下令全城搜捕林赛福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可就在警察忙着布控的时候，李涵却趁人不备，偷了辆车独自离开了警局。因为他刚刚在警局的时候遇见一个老师来做笔录，而他随手放在桌上的钥匙引起了李涵的注意，因为这上面刻了个洋字，这让他想起了在林赛福床底下看到的那串钥匙，上面刻了一个方，也就是说这2把钥匙是一样的。于是通过向老师打听，得知这把钥匙是慈善会活动室的，但现在慈善会已经搬了新地址，那里已经荒废了很久，刚好是个能藏人的好地方。于是李涵便趁着老师被警察喊走，拿着他的钥匙，开着他的车偷偷离开了警局。另一边，林赛福带着学妈来到了新的慈善会，可看到门口围着大量警察，他吓得车也没敢停，拉着学妈就调转了车头。而就在学妈疑惑的时候，邻居突然给他打来了电话。喂，喂，啊，我这信号不好哈，你大点声说，我调一下啊。啊，你说什么？说那个林大夫现在是通缉犯，经常怀疑这个失踪的学生和他有关了，听到了没有？记得要小心啊！挂了，我马上到了。这胡说八道，这胡言乱语，乱讲的。嘴上虽然这么说，但看着放在中控台上的铁锤，徐妈已经被吓得浑身发抖。没过多久，车就停在了老慈善会的门口。徐妈此时已经被五花大绑在了后车厢，林赛福则拿着铁锤进了慈善会。既然警察已经找上了他，那就必须得加快脚步了。而里面真的藏着一个人，但却并不是李涵苦苦寻找的小童，而是学校里的方老师。他已经被绑在这里1天1夜了。而电影到这儿终于迎来了高潮，所有真相马上就会浮出水面。